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长庚之后再无花火。我原本以为只是世人间的夸大其词，所以今年特地来体验。稍纵即逝的烟火，点亮了整片天空，那一瞬间，仿佛点燃了夏天的浪漫。就在那时，我终于明白了这句话，并且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里。只是没想到这场烟火结束后，我的旅程也迎来意料之外的插曲。怎么会有企鹅在上面？这一班是全指定席啊。新干线的椅子可以调高。来水稻公园这边占位。12点多快1点的状况。等着晚上的长庚花火大会。卖场补货，买了啤酒、冰块，还有在大创买保冰袋，要来吃了。我来喝啤酒，荔枝限定。荞麦面，北海道时盛，应该是山药泥。又开始了。天哪，太好笑了吧！我觉得他一定是不想回家。
丸菱電子、アサヒビール、堺建設、スティールホーム、救急隊や消防隊がから長岡駅までお帰りの際、長岡通路に座っての観覧ご協力に感謝申し上げます。ゆう先生と付き人の際へは大師北越銀行復興祈願花火フェニックス2025 5、4、3、2、1。
I listen to my heart 一人じゃない深い
很多人看完不死鸟后就离场了。那时候以为自己10点的车，在8点半离场应该都来得及，殊不知遇到了惊人的插曲，让我娓娓道来。来日本前，我租了一台手机，想说拿来当望远镜头，让画面可以更丰富。结果刚刚要拿出来拍照时，剉赛，找不到。那台手机要4万多。看完烟火的好心情烟消云散，之后马上跑回提房找了一遍，还是一场空。还遇上更加雪上加霜的事。我订的车票是从越后汤泽到上野，所以长冈到越后汤泽要坐自由席，结果自由席一堆人插队，根本挤不上去，最后错过了我订好位置的班次，但幸好有挤上下一班。看我这一脸赛样，只剩手机壳在身上的心酸，呵呵呵。好啦，至少我挤上了新干线，没有露宿长冈街头。12点半了，我还在东京的街道上，还没回饭店。一言难尽。再次踏上前往长冈的旅途。老实说，原本我已经放弃挣扎，想说手机大概回不来了，因为后续的行程一直没有时间报案，在仙台有空出时间，于是心血来潮的走进派出所，询问可以帮我查查有没有人在8月3号长冈捡到手机呢？光是这个问题就很荒唐，谁会在长冈掉手机，却跑来仙台派出所询问呢？结果真的查到疑似我的手机，但需要自己去打电话确认。于是我们走到电话亭，拨通了电话，结果一连串的日文完全听不懂，只好厚着脸皮请路人帮忙。结果这位路人超级有耐心，帮我们和长冈警察局沟通了将近快半个小时，最后还真的成功确认那只手机就是我的。结束后还跟这位超级暖心的路人合照。8月12号又来到长冈，要去警察局拿8月3号掉的手机。找回手机了，但是雨也下太大了吧，快湿爆了。这场荒唐的插曲终于画下句号，多花了16000日币买车票，但是呢，欢迎回来43000台币。